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有请主持人孟非。大家好，我是孟非，欢迎收看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欢迎大家来到现场，欢迎黄澜老师、陈明老师。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有请1号男嘉宾。嚯！三位老师们好，各位观众们好，24位女生好，我叫袁帅，来自上海，今年28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随身携带我给他买的一个小玩偶。小玩偶随身携带？对。4号。就是你希望另一半随身携带你给他买的玩偶，你目前买过几个玩偶了？这其实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想。范浩然。男嘉宾你好，那就是你买几个我就要带几个吗？我应该不会买太多吧，就应该只会买一个。哦，那可以。哎，你看，这也是2种思维方式，一个是往前看，你之前买过多少个；一个是本能的向后看，你以后要买多少个，我是不是都得带？你看方向上会有差别。你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就是介意我经常就是在屋子里的时候，把窗帘会拉起来，因为我有一点点的太阳光过敏的，可能会起疹子这样子。21号。你好，男嘉宾，你平时都是晚上出门吗？对，基本上都是晚上出门，除非就是可能白天他的那个太阳光不太强烈嘛。哦，谢谢。他这样的人最适合生活的城市成都。9号。男嘉宾你好，如果像你来到成都这样子城市，那好不容易出太阳了，我真的很想把窗帘拉开，想晒晒太阳，怎么办？对，我也是每天其实也是会把窗帘拉开来1、2个小时的，只不过我人不站在太阳光里而已。贾倩。男嘉宾你好，我觉得这点我和你挺有共鸣的。我妈经常说我喜欢住到小黑屋里。我在家也是特别喜欢把窗帘给拉上，但是我不是说阳光过敏啊，我就是觉得就是拉上窗帘那种黑暗的感觉比较有安全感。对，因为我平时有时候也是会写歌这种的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昏暗的灯光其实对我的一些音乐灵感也是有帮助的。对，好。好，来看片子。琴键上的落指自由，心中却一直有条线。我是钢琴老师袁帅，钢琴只有88个键，但琴上的故事却是无限。少年时的我，学好钢琴是家人对我最大的期待。妈妈给我报课，外婆负责监督，回家先吃饭，再往后的时间就是练琴。小时候练琴呢，就是说虽然我妈妈跟我外婆逼了我很多，也打过也骂过，但是其实我现在还是很感激他们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可能这个钢琴我就半途而废了。在考过10级的那个夏天，我开始报复性的打球，从早上9点打到晚上9点。就是小时候他们不让我去打球，因为练钢琴怕我伤到手指。后来我终于在报复性的打球中找到了自由的快感。
除了是钢琴老师，我还是一个在暗自蓄力的歌手，一共创作了5首歌。和音乐打交道20多年，自己经常收到别人的评价，但音乐上我是一个不太在意别人评价的人。那在爱情里面，别人对你女朋友的评价会不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呢？我的女朋友不需要别人去评价，我自己女朋友的话，就是说我会去知道她哪些点好，哪些点不好。生活中我是名副其实的吃货元帅，衣食住行实占了我生活开销的一半。再来个冬阴功吧。可以了。哎呀，可以了，够了。我的可以了，你们来点。点外卖一个人能点几百块，吃烤肉一个人能吃10几盘。是我朋友其实评价过，说很喜欢跟我一起吃饭，他们会这个也点那个也点，然后都是尝1、2口，但是都吃不完。我不讨厌的食物的话，其实他们点的话，我都会帮他们全部吃完的。可能他们单独出去吃饭，然后我不在的时候，都会想到我的。吃饭是自己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2个人都坐到一张桌子上了，那就说明都想解决问题。希望未来的女朋友爱吃爱笑，我们能做彼此最合适的爱情饭搭子。陆一，大家好，我叫陆一，听上去很像6·1，事实上我也确实出生在6月1号儿童节。然后今年我是23岁，来自于江苏宜兴，目前在南京担任的是游戏场景的原画师。我在 VCR 里有看到说男嘉宾就是非常喜欢吃，别看我就是这么瘦，但其实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的人。然后我想知道的是，男嘉宾就是如果和朋友在外面吃饭的话，你们会选择打包吗？我是不太喜欢浪费粮食的一个人，然后我朋友跟我吃饭呢，他们就是各种菜都点一遍，然后尝2口，但是他们又吃不完，经常会浪费。我基本上也不用打包，我其实能全吃完。好的，谢谢男嘉宾。马一凡，男嘉宾你好，我在 VCR 里面看到你特别爱吃啊，其实我和你是一样的，但是不一样的是我可能是每一个菜就吃1口，所以我觉得咱俩可以特别搭。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还比较爱喝酒，你爱喝酒吗？酒我不怎么喝，因为我酒精也有点过敏。阳光和酒精皆过敏。其实不光是阳光和酒精，换季还有就是花粉，还有就是猫毛这种我都会过敏的。像她这样的女孩，在过去是最受欢迎的，又爱喝酒，还不费菜，你知道吗？你见过几个就是喝酒不吃菜的？他就寡喝酒。孟凡玲。Hello， 男嘉宾，我在这里。我刚刚看 VCR 中你说，你在情感中就不会听朋友的评价，然后这一点我想表达一下，我跟你是非常一样的，因为我总觉得朋友的评价总是会有一些阴差阳错。我曾经呢就有一任非常喜欢的男朋友，但是最后分手了。当我把其中的一段摘出来，我感觉我还没有怎么修饰的去跟我的朋友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朋友都会表现出来，好可惜，真的非常可惜，你们为什么不复合啊？其实我个人已经不觉得有什么可惜了，但是我热心肠的朋友总是在替我可惜，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跟你表达的观点是一样的。对，因为我觉得朋友的评价，毕竟你跟他接触的人最多的是你自己嘛。我是觉得就是说我自己看到的和我自己感觉到的比较真实。通过一般的社会观察，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绝大多数人都不要对别人的情感生活过多的介入，并且去评价，都不好。看下一条。我的爱情总是在双方的信任感里不断拉扯。曾经的初恋里，自己很信任对方，什么都听他的，但他会把这种信任当成一种管束我的方法，哪怕只是生活中不同习惯的小事，也必须按照他的意思来。你吃烤鸭怎么不卷饼啊？为什么要卷饼？卷饼才好吃啊！我从来都不卷饼啊。那你别吃了。即使我接受着这种控制，但他还是提出了分手。你就是表面说你会听我的，但你内心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算了吧，我想找个内心真的100%听我的人。比较信任他，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一些负面的情感在里面，但是结果还是分手了，这让我觉得对女生的信任感就没有那么的强了，所以我在下一段感情当中就会变得非常的多疑。
第二段感情，也许是因为前任对自己的管束，自己也产生了很强的控制欲。每天一觉醒来就给他发消息，如果他有超过半小时不回，我就会立马打电话给他确认他在做什么。他会主动给我看手机，我看到手机里什么聊天记录都没有，反而更怀疑了，是不是把别人聊天记录都删掉了？没有啊，我都给你看了，还要我怎么样？生什么气啊？心里没鬼怕什么？把手机给我。所以这样做的结果其实也不尽如人意，他还是最后跟我提了分手。其实我的信任有点反复横跳的感觉，然后我又决定说，那下一段恋爱的话，其实我是要给予对方更多一点信任这样子。最后一段恋爱，他是我特别喜欢的类型，他也对我是100%用心，会给我准备生日惊喜，送我喜欢的礼物，也会因为我一句我想你了，马上出现在我的身边。这些事情的积累，让我对他重拾了初恋般的信任。但这种信任最后还是被摧毁了。她其实一直瞒着我她已婚的事实，也欺骗着她老公有我的出现。刚刚给出去的信任就这样打了水漂。如果我在一段恋爱关系中有新的追求者的话，我是不会去理这个追求者的。那这个事情其实也不用去告诉他。信任是我爱情中的难题，也是我一直得不到的答案。所以我来到《非诚勿扰》，想通过参加节目了解到底怎么平衡爱情里的信任。先说点儿不那么重要的，再说重要的。什么是不那么重要的呢？就是烤鸭卷不卷饼。有的时候我们说有些个人爱好又不影响又不妨碍别人，你管人家呢，对不对？但是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有似乎可以理解的地方。我曾经想起过我自己身上的往事，我爱吃涮羊肉，涮羊肉都蘸那个芝麻酱，不是吧？麻酱，对，蘸麻酱嘛。我就看到有人说我不蘸，我蘸辣椒油。他说我就爱怎么，我也不妨碍你，我就忍了。直到什么时候我就发飙了。我那个蘸辣油的朋友说，他要往里边撅火腿肠。这个时候我开始发飙了。对，因为就是卷饼这个事情，如果就像孟老师刚刚说的，不卷饼真的好吃吗？不腻吗？对，我个人其实就是不太喜欢吃碳水类的食物，所以就是之前也不会卷饼这样子的。但这个问题里面，我听到那个对话，我觉得是个沟通问题。就是当那个女生如果带一点点咄咄逼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控制欲上来的时候，这个男生第一反应就是要怼回去。对，就由一个事儿本身的细节的纷争变成了话语权之争，只用2句话就上升到我赢还是你赢的问题，这是胜负欲非常危险的一种。就是因为如果到了这一步，一定会有一方今天在这儿丢面子，那无论哪个结果出现，其实都是一个悲剧性的事实结果。老铁，嗨，男嘉宾，就是如果我谈恋爱的话，我的手机可以随便给男朋友看，因为我的手机里都是工作。就是我想问的就是，那我们在一起的话，那你会随便让我看你的手机吗？我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我要看你的，那肯定你也能看我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让我看，那我肯定也不会让你看，就这样子。哦，明白。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如果以后年轻人相亲的时候，如果要提高效率，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坐下来先问能不能让我看手机，这个是不可调和的。有好多人卷不卷饼能商量，如果好好说，卷饼也行，不卷饼也行，不至于闹掰。但是看不看手机是一定会闹掰的。对呀。你就问人家说，我可以看你的，你可以看我的，好嘞，我们继续。如果这个时候不能达成，不要谈了。哎，我这事掰了，你看多耽误功夫。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在恋爱当中，如果身边又出现了那种非常明确有意向追求你们的人，你们会把这个信息分享给男朋友吗？会的举手我看。都会，就3个人不会。来，想说说原因的，
来，金阳阳。如果稍微那种隐约的好感，我可能不会说；特别明确的、热烈的，我肯定要说。万一被我男朋友发现什么误会了就不好了。争取主动。赵琴。其实我会根据我就是另一半的性格来判断我要不要说。如果他是一个多疑的话我可能就会避免掉就是让他去猜忌的这种话题。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跟男朋友分享我生活中任何的一件事情，我只是觉得我把他当做一个朋友去分享这件事而已。贾倩不说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不想说，原因是因为我会换位思考，我会想，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他身上，就有别人去追求他，那可能我也会感到不开心，或者我会以为他的一些状态会让别人觉得他没有在恋爱，而是单身状态才会有人去追求他。哎，这个角度非常好。如果你们想一想啊，你们的男朋友跟你们说，哎，最近公司有个女孩，好像对我特别那个上头，老是给我买奶茶，老是给我那种示好。你们听了之后的感觉是？3号我会非常的生气，而且刚刚孟老师说这个情况我以前遇到过。会生气？你觉得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炫耀、卖弄？一方面是炫耀，一方面是有点在挑衅的感觉，就是你找事儿看我身边有一个女孩子对我这么热烈哦，你呢的那种。你会说吗？我其实是跟赵琴的想法是差不多的，就是因为首先就是如果我处在一段恋爱关系当中，有另一半追我的话，那我第一我不会去过多理睬他。如果说另一半是比较容易吃醋、爱多疑的性格的话，那我本来也没什么，我就也不会去告诉他。但是如果他是那种就是处的比较像兄弟，然后就是什么话都能说的话，基本上那我肯定是会告诉他的。最后一个问题，24号。其实我跟男嘉宾我们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小时候我也是我被我妈就打着逼着那个学钢琴，然后手都打肿了，然后长大之后心里也是有那种就报复性的那种就是排斥，以及对这个就控制欲特别的敏感。然后就是我想说，就这个就是卷烤鸭饼的这个事情，会不会是因为你自己对他的这个，也许就是一句玩笑话，或者是一句那种就是关心或者问候太过于敏感？就是24号想表达的，就是在正常情况下，会不会因为自己特别怕被控制，而把正常的一些询问就当成似乎是拷问？就是他其实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让我也会觉得就是说他控制欲是很强的。原话可能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他大概就说过一句类似的话，他的规矩就是规矩，就这样子。最后留灯的是陆一，刚刚上来的。看一下元帅的直推。元帅的智推女生是胡文倩。哦，男生外冷内热，不熟悉时觉得有些生人勿近，熟悉以后却发现简单坦诚而幽默。做事有责任心和上进心，在感情里喜欢气质型的女生。女生气质出众，喜欢一切充满美感和质感的人事物，随性洒脱，慷慨大气，在感情中拿得起放得下。男生细致体贴，女生柔情似水，两个人在一起，一起享受当下的浪漫，供两位参考。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想问一下2位女嘉宾，就是如果说用一种食物来形容你们的话，你们会用哪种食物来形容你们呢？陆一。我觉得我应该会用水煮肉片来形容我自己吧，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我很喜欢吃辣。就是水煮肉片，我觉得就是看上去，它可能很辣，不是很好接近。
但其实它是一道口味很丰富的菜。又很家常，又很好吃，属于百吃不厌的菜。而且是辣的，又是男嘉宾喜欢的口味。对，我很喜欢吃辣。24号。哦，我应该会用重庆火锅吧，重庆火锅。这也是我最喜欢吃的，我每周都要吃重庆火锅。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性格的话，相对于来说就是比较直爽、直接一点的。你要选24号，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也可以牵手。19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选24号吧，24号吧。来，最后24号有问题吗？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户外运动的一个人。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去海岛，我想去海岛旅行，然后你真的不能晒太阳，这种怎么办？其实目前已知最严重的就是阳光和猫毛还有酒精，别的倒是就可能也会有一点，但是就是粉尘啊这种的，但是不是很严重。但是他说去海岛怎么办？海岛的话，其实有遮阳伞啊，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是太有问题，因为只要不要就是可能晒10几个小时、5、6个小时、6、7个小时这样子，应该也不会有太大问题。来，24号，你决定是？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马上回来。非诚勿扰，现在继续。来，24号，你决定是？我的决定是，其实我还是更想找一个就是能陪我一起玩、一起疯的一个男生。好。我觉得刚才从上来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说，他身上是有非常独特的气质，很接近艺术型人格。今天现场其实有一个女嘉宾跟你的气质高度一致，实际上另外一个你其实就是留登到最后的陆一。你们俩的内里的气质，他正好是原画插画师，你们都有很强烈的共性。但是这个世界上的悖论就在于，很多这种艺术型人格对于那种身上自己带着向外散发阳光的异性呢，又更天然的有一种强烈的好感。你知道你身上看起来自己带有这种破碎的那种脆弱感，像一件瓷器一样，就会激发身边人的保护欲。他就会很小心的触碰你，但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保护跟控制只隔一条很浅的线。一个很想保护你的人，跟他想要控制你一步之遥。其实我觉得是你在原生家庭的当中，就是妈妈和姥姥2位强势的女性，她有对你控制，所以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边界。那个里面就说明什么？你喜欢篮球，但是你不敢，因为他们说打篮球会伤手指，然后你会报复性的去打篮球。就是其实你内心深处一直在抗争，你想要做你自己，但是你不知道一个健康的边界在哪里，所以你在后面的情感关系当中都找不到那个很好的边界感。所以我觉得其实当你成长28岁了，就是到一定的阶段，要重新跟妈妈和姥姥要处理好这个平衡。你要大声的告诉他们哪些是你生命中必须要的空间，哪些事情你是可以做决定的。就是如果你能做到完全自己的边界不受干扰的时候，你会更自信，甚至有些过敏都会好起来。因为很多的皮肤过敏是跟心理相关的。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首先，我要感谢陆一为我留的灯，
然后我觉得陆一的性格可能跟我稍微有那么点相似，然后我其实个人更希望能找到一个就是和我性格比较互补的女生。然后我想跟陆一说一句话，就是你刚才一直坚持到最后亮灯，这个勇敢非常明媚。因为他也有这种艺术型人格，他会很敏感这种细微的体验。刚才所有的灯最后只有一个人留着，但是在最后时刻，男嘉宾却坚持了一个看起来有可能失败的选择。所以我希望你接下来留灯的勇气也不会受到刚才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不会的，谢谢陈明老师。好。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三位老师好，现场的24位女嘉宾以及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郑明水，来自武汉，今年25岁。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陪我带我的狗狗去宠物相亲会。你去过吗？以前？以前没去过，然后所以希望今天在现场能牵手女嘉宾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带着我的狗狗去宠物相亲会。你的狗狗是公的是母的呀？小公狗，它是我在之前捡到的一只小博美，白色的，非常好看。哦，4周岁，这个在狗的年龄里面算是28。哦，哎，正当婚龄。这是哪里啊？啊，这个就是之前看到的一个那个宠物相亲的一个活动，就是有点父母要给孩子相亲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就地结婚了吗？这是狗。对，这个就是他们在一起，就是看对眼了。啊，这还是很有夫妻相啊。10号。Hello， 男嘉宾，你好。哎，你好。我也有一只博美，然后也是他1岁的时候捡回来的，很可爱。然后它是一只小公狗，我带它去相亲，然后它相中了，完了之后它生了一个小母狗。就是其实我的狗狗目前为止还没有找过女朋友，对。2号。大家好，我是2号女生王浩文，今年24岁，来自山西，目前呢是在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做运营。由于我爸爸是退役军人，所以就是受他的影响，我会对有军旅经历的这个男性比较有好感。刚刚那个男嘉宾说到了你的宠物狗，我家也有一条小母狗，就是它的名字叫花花。这个花花呢，它是把方圆100里的所有的公狗都吸引了过来。那你介意你的狗狗找一个这样女朋友吗？可能会比较介意，因为我家的狗我没有太让它在外面放肆的去玩。好了，第2个问题。我不希望我的另一半在跟我打电话结束的时候用特别生分的结束语，比如像跟同事之间的拜拜再见这种。我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明天见，或者是等会儿聊，我先去忙了之类的。同事也可以啊，我跟我们同事打电话说，哎，好，就这样，明天见。我想问一下，你们跟前男友打电话结束时，你们都怎么说啊？贾小丹。宝宝，明天见。宝宝，明天见。宝宝，明天见。他要加一个昵称在前面，他的意思应该是。对，可以。3号。我那个时候跟我前男友说晚安，不说晚安，我说我先提前进入你的梦里去了。我先提前进入你的梦里去了。21号。你好，男嘉宾，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喜欢太生分，但是我会分情况。
如果他朋友或者家人在旁边的话，我就还好，没有很计较。哎，这个很懂事儿。如果你正好在开会，旁边都是客户或者都是领导，你非要那个宝贝儿么么哒，这也挺那个是吧？分场合，分场合。好，来看片子。你有没有想象过自己的婚礼？乐队、鲜花、零食、火锅、烧烤，没有声势浩大的酒宴，而是一场音乐节般的狂欢。这就是我作为一名婚礼策划师的理想婚礼。这几年有幸见证了100多对新人的婚礼，在他们收获梦想婚礼的同时，我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这份工作也让我从一个学生时代的内向孤独少年，变成了一个外向热情的浪漫青年。在和新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婚礼更多变成了为家长办的，而不是年轻人理想的婚礼。婚礼策划师这个职业也让我更加懂得表达爱意的重要性。以前的我在爸爸的影响下，习惯内敛，也不太懂得仪式感和表达爱。我爸就是那种不太会表达爱，但会默默付出行动的人。我觉得生活中情侣之间的爱也要主动且及时的表达，所以我打算等爸妈金婚的时候再给他们办一场婚礼，听我爸对我妈说一句我爱你。感情中爱会直接表达，朋友间需求也是有话直说。朋友们很喜欢吃我做的菜，我也不会跟他们假客气，要吃什么自己买菜带来，来了都不要进厨房，我一个人就行。他们也知道真不是跟他们假客气，吃饭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为了谁做主位，谁第一个动筷子这类事情互相谦让。恋爱中我也希望女朋友可以直接一点，我们之间不需要客气。我是郑明水，期待知道你的名字。你是怎么进入这一行的呢？我最开始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比较内向，对，然后不太去跟人去交流。然后后来有一次到那个婚礼现场给别人帮忙布置场景，我觉着哎，好像这个工作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同时也可以去跟更多人去交流。慢慢的去了解了这个行业之后，去开始做了这样一份职业。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婚礼？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去年做了一场，他们2个人爱情长跑了7年，然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当时在现场的时候，他们2个人彼此都很用心的去准备了一个誓词卡。当他们互相为对方宣读那个誓词卡的时候，我被他们的那份爱情所打动到，同时也在现场也是流下了幸福的泪水。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导演跟我说了一个他们见到的婚礼，我觉得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他说他们参加了一个婚礼，也办了几十桌，大家也就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爸妈把以前给出去的份子收回来。但是这小2口可不乐意配合你们，这小2口出去度蜜月、旅行、结婚。根本不到现场参加那个婚礼，那怎么弄呢？你请了人家结婚的呀，现场竖2个人形板，新郎某某某，新娘某某某。看大屏，2个人比如在海南在玩，嗨，大家好，我是新郎，哎，大家好啊，你们吃好喝好啊，我们玩去了。7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梦想当中的婚礼是那种中式的婚礼，就是穿着一些古装啊，然后戴着那个头帘啊，还可以就是一起去拜堂喝交杯酒的这种，就比较喜庆一点的。但是中式分了很多种的，它有分明制的，有汉制的，还有就是大唐的那一种，有很多的中式婚礼。比如像那种我们常见的就是明制的会多一点，因为它的流程可能会简单一点。感觉是在拍古装戏，服装妆发啊，相当于是一个剧组的配备，这个是一个那种游园会的，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愤怒的小鸟，就是我们可以看右下角，它那里有一个那个像路线图一样的东西，它是整个的一个婚礼流程，从入园开始，我们会有一个小游戏，
然后慢慢的往里面走，会有新人布置的一些场景啊，或者是画板以及这个照片墙或者签名板之类的，让来宾参与到其中，就好像所有的来宾去一起陪着新人走过了他们这个爱情旅程，最后去走到他们的婚礼现场。这个来宾的体验感很强。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符合年轻人，这挺好玩。对，然后这个的话是户外，在最上面有一个那个落日的那个标志，就是他们从年轻的时候，然后走到黄昏，就意味着那种白头偕老，就是大家一起走到尽头。这很浪漫哈，寓意也很好。14号。男嘉宾你好。你好。就是你见过各式各样的婚礼的场地啊、仪式也好，然后你对于你自己未来的婚礼的话，你有什么预想吗？我自己的话呢，其实有2场婚礼想要办，对，然后第一场像刚刚孟非老师提到的，就是为了父母去办的这一场，然后第2场的话就是办一场和朋友的一个大聚会，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听音乐，我想把那一场做成一个类似于音乐节的一个现场，大家一起在现场很嗨，然后很欢乐，就不当做是一场婚礼。这很好，请乐队来在现场，又满足了自己个性的需要，都可以。17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刚刚看你的小片里面还提到了说生活中需不需要假客气这个问题，我特别想聊一下。好。就是我觉得生活中需要假客气，而且尤其是对于不太熟的人，因为我特别害怕我的假客气遇上了一个真不客气的人。对呀。其实我觉得就是假客气是需要的，然后我刚其实短片里说的是跟真朋友不需要假客气。我同意这一点。我觉得真朋友可能不需要假客气，但是我觉得真朋友反而更需要距离感，就是安全的社交距离。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越亲密的人，其实越应该注意我们的分寸感。贾倩。男嘉宾你好，就是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假客气的问题，就你能不能理解恋爱中的假客气？就比如说我说亲爱的，我今天不舒服，然后你说那好，我去找你。我说不用了，你今天上班忙，就下班很累，不用过来了。那你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就是我最开始可能会觉得你就是不需要了，但是可能你挂了这个电话，我可能会想。你今天都不舒服了，那可能是需要去照顾你一下或者怎么样，对。但是我觉得就是2个人之间没必要太假客气。你说的对，他那个根本不叫假客气，他那叫口是心非。其实就是我想问他，是不是怕假客气，是不是也是他性格会比较直一些呢？就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意思呢？可以理解，但是我不太愿意接受。他没有假客气。好，看下一条。女朋友喜欢怼人怎么办？我和她在朋友聚会上一见钟情，刚开始还好，后来一不留神就会被怼。久等了，我们等会儿吃什么？作为我的男朋友，你不应该直接安排好吗？我怕我安排了你不喜欢怎么办呢？那说明你对我不了解。我当时就懵了，然后也感觉就很委屈。其实我只是想跟他去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要去吃什么。因为异地，我每天都会给他发早安晚安，得到的反馈却是：你没有自己的事情做吗？你觉得我们谈恋爱就只有早安晚安吗？我2度蒙圈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的每件事情好像都是踩在他雷区上一样。后来认识了一个比我大3岁的女生，渐渐对彼此有了好感。有一天她问我：你喜欢我吗？喜欢。那你喜欢我吗？喜欢。我以为互相确定心意就可以在一起，但她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她说：我觉得我们了解的还不够，可以再相处试试吗？我觉得也挺好，所以就以普通朋友的身份继续相处了半年。后来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想着契机应该成熟了，我们也应该确定情侣关系了。以情侣的身份又相处了半年后，我找机会问他：我可以翻张我们的合照吗？现在可以了。就这样，我们小心谨慎的在一起，
小心谨慎地公布恋情，就像在走一个恋爱阶梯，一步也不能草率。我喜欢和他相处时的直接沟通，我俩也从来没有吵过架。但是他的家人极力反对他找外地人，我们只能选择分手。现在的我希望能遇到一个初见驾金欢、久处意怦然的女生，我想和你举办一场独一无二的婚礼。你现在分析一下，为什么那个女生那么爱怼你？可能就是不喜欢吧。21号，你好，男嘉宾。我哎你好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也喜欢怼男朋友，但是我不会无缘无故的。就是他，比如打个比方，他说我穿短裤腿粗的话，我会怼他，这样子。就是我们其实之间就是我会被无缘无故的就是那么去怼一句，啊，然后就好比说刚刚维萨里提到的那一个，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异地的话就是这样互发关心和日常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他却觉得我像在骚扰他一样的那种感觉，对。金阳阳，哦，男嘉宾你好，这里。你好。我是一个如果确定恋爱关系，不能说100%，但基本上不会去怼另一半，因为我觉得我既然决定跟他在一起了，那他各方面应该都是我比较满意的，所以我可能不太能理解你的前女友老是怼你，他对你有那么多不满意，他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找罪受吗？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可能是他不够喜欢我，然后就。那不够喜欢你，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呢？是啊。所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很了解，然后就是互相觉着还不错，然后就在一起了。但是慢慢相处之后，好像就会慢慢的那份感情就像变淡了，或者是没有了一样，对。好的，谢谢。杜宾，你好，男嘉宾。哦，你好。对，首先怼人的话肯定是不提倡的，虽然我有时候也怼啊。其实这就谈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所以在事后你有没有跟他去沟通商量一下，就我们以后怎样去了解对方的需求啊？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好，男嘉宾。哦，你好。对，首先怼人的话肯定是不提倡的，虽然我有时候也怼啊。其实这就谈到了一个沟通的问题，所以在事后你有没有跟他去沟通商量一下，就我们以后怎样去了解对方的需求啊？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有去做过，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吃火锅，然后但是我们第一次出去约会的时候，我就选择带他去吃火锅，但是火锅的菜品很多嘛，然后我就把菜单给了他，给他之后，然后他就会那样来了一句说：“你不应该，我喜欢吃什么你都知道吗？”但是我们是第一次，我说你也没有告诉过我，然后后面他就说：“那你就不能就是自己去想一想我喜欢吃什么？”我感觉有点难想，对。了解了解。贾小丹，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他想听到的是甜言蜜语呢？而你说的就是说啊，早安，我去上课了。其实有加那个昵称在里面，对。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我听了几个女生的说法，我是这么看的：从早到晚，大事儿小事儿都怼，这就不是撒娇。他可能来自2个方面，要么对你某一件事情非常不满，而那件事难以启齿，他就会在早安、晚安、吃什么、穿什么，你做什么我都不满意，表达的是我的不满、我的愤怒。另一种可能性是，我对你这个人就没那么满意。刚才金阳阳表示不理解，不满意为什么在一起？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我现在也无聊，碰到一个人嘛，没那么喜欢吧，也行，就凑合着，就这么交往呗。那我不能说这个你都不行，他希望有更好的，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他都会这样。这就是对人的满意和不满意导致的态度不同。他在表达的时候有攻击性言语，其实是一种防御姿态。如果是在沟通心理上来讲的话，他自己比较多疑、敏感、容易焦虑的时候，他害怕这种外部性的伤害会到来的时候，他就会先让自己长满锋芒。有的时候也是对你底线的试探。
它本身也是潜意识控制欲一种表现。比如说，他说你不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其实他就已经强加了一个男朋友的基本的道德义务，就是我的热爱你生活中应该细致观察，应该牢记于心，下一次点之前应该把它都安排好。这里面也有对你的行为模式的一系列驯服的过程。然后你可能潜意识感受到了这种操控的压迫性，然后你就觉得不舒服，但是你又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最后就会让这个沟通陷入僵局。所以这确实是两方面都有原因，但不是只有你这方面的原因。最后一个问题，21号。男嘉宾你好，我看你跟前任是异地恋，对吧？哦，对。然后你还会选择异地恋吗？其实我现在对于异地恋可能不是太考虑，因为我担心就是会像发生以前的那种事情一样。哦，谢谢。你住哪个城市？我现在是在武汉工作。你呢？杭州。也不远哦。也不远，就我们俩的距离。就我们俩的距离。高铁几个小时？3个小时？我还没有去过武汉。我还没有去过武汉。哎，这话有意思啊。现在留灯的是21号，来看他的自推。我们来看一下郑明水的自推女生。郑明水的自推女生是韩笑。哇。男生性格阳光开朗有活力，追求上进不服输，有生活情趣，感情中感性浪漫，在意仪式感。女生呢踏实靠谱，开朗外向，善交流，人缘好，感情里有点小粘人。两人都是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热爱生活，会享受生活的类型，未来可以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搭配。最后一个问题问2个女生。如果说以后度蜜月的话，你们最想去哪里？韩笑。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然后中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我也都去过。如果说到以后结婚后的度蜜月的话，我想去国外。21号。我应该没有那么浪漫，我应该会去爬山。这就很浪漫了，好吧？蜜月在爬山中度过。这关键是爬哪座山，这很重要。爬泰山，我想让泰山见证我们的爱情，见证我们的爱情。哇！泰山很累的，爬上去爬一趟。对，因为太累了，所以我看就是会不会相互体谅、相互扶持。好，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你如果选韩笑，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也可以牵手21号，也可以自己走。你的决定是？我想和你吹起月光里，风儿有云很轻向你呼吸。我想和你游到梦境里，听心跳重合的频率。再见。啊！谢谢。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较阳光，比较开朗一点，因为我也很喜欢宠物，很喜欢小狗。然后我对他留灯是因为他喜欢每天早安晚安，就是那些废话，因为我很需要这一点，我也很喜欢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说一起去爬泰山这个点也挺打动我的。然后就是在爬山的过程中，两个人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就像在生活中一样。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很打动我。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是异地嘛，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感情慢慢发展，我可能会想往那边去杭州去靠一靠。武汉到杭州的距离也不是很远，我觉得最开始还是可以克服一下。你看俩人穿的吧，同色系啊，很奇妙，很奇妙，挺好的，挺好的。可行。下一位男嘉宾。3位老师好，24位女嘉宾你们好，现场观众大家好，我叫刘长红，今年26岁，来自山东潍坊。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对方和我一起去赶集。你说的集是哪一种呢？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对对对，我是过年的时间，然后去了我们山东潍坊临朐的一个奖鱼大集。奖鱼大集是每逢农历的初4、初9、14、19、24、29。我感觉这个赶集呢比较有人间烟火味儿。集市上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吆喝的各种手艺人，还有就是弄糖人的，我感觉非常有意思。所以说我还是很希望女嘉宾跟我一起去赶集的。去赶过集的这么多啊？8号。Hello， 男嘉宾，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赶集的，因为我觉得赶集呢，它有很多童年的一些回忆，有很多都是小时候玩的一些玩具啊、糖人啊，然后糖葫芦啊，很多很多就是充满了儿时的回忆的那些东西。这种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希望有机会能跟你一起去赶集。庄小琪。男嘉宾你好，我没有去赶过集，但是我喜欢凑热闹的地方。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赶集你们那边有什么特色的小东西吗？我们那边的话就是比较普通啊，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小吃。赶集这个事儿比较原始的时候是以物易物，东西交换，2把锄头换几袋米。后来呢，我也可以购买。这个集呢，在中国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密度不一样。经济发达的地方，它可能1个月能有好几次碰到赶集；有的地方呢，人烟比较少，1个月可能2次，什么初1、15，它就这么来的。但是有些集市它有针对性的，比如在新疆，我去过一个集市，在南疆叫英吉沙，新疆最有名的刀叫英吉沙刀，全部是卖刀的，各种小的大的全它都有，那就是属于专业对口的。他们这个地方呢是属于综合性的那种。但其实古时候集是非固定时间嘛，后来慢慢所有的时间都会有的，就是市场。然后市的出现使得商业开始迅速繁荣，然后商人会带了很多的囤货，然后就特别容易在古时候成为这种游牧民族侵袭的对象，所以旁边又会建起城墙来加以保护，所以内市外城就是城市最终的我们这个词语的来源。现在年轻人，尤其大城市年轻人，兴起一股重新去赶集的风潮，更多是把它做一个户外运动或者像社交活动。对，已经是一个文化活动了，已经不再是一个商业活动了，很有趣。对。你的第2个问题？我希望对方不要介意，我是一个厨房萌新。厨房萌新，啥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单位的原因的话，自己没有机会去动手做饭。然后现在呢，我退伍回来了之后，对这个2号退伍回来的，你不是喜欢退伍的吗？我会对有军旅经历的这个男性比较有好感。来，2号。男嘉宾您好，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萌新是基础的那些蒸煮都不会吗？还是指什么呀？
我只是说可以炒菜炒熟，炒的能吃，但是不是很好吃。这你做的吗，男嘉宾？啊，这都是我做的，都是我做的。你这稍有点谦虚了。啊，这是故意的，这故意的吗？假客气，假客气，假客气。它起码它的品种是丰富的，对，好吃不好吃我们再说，你起码能把这么多东西弄熟是可以的。陈老师是这里面没有一道菜会的吧？正中间这个饺子，哎，你会吃？我10号。Hello， 男嘉宾你好。啊，你好，你好。我比较喜欢做菜，然后呢，我希望在家里面我可以跟男朋友一起，他帮我洗菜，然后我做菜，因为我很喜欢做菜，然后我做的菜也很好吃。你会洗菜吗？我之前在单位经常洗菜，最多的话到了切菜。可以可以可以，那咱俩这样子搭配起来干活不累。好的好的。你看把那小眼睛笑得眯着一条缝。11号。哦，男嘉宾你好。啊，你好。我并不介意，就是我的另一半做饭可能厨艺没有那么好，因为我可以做给他吃。而且我觉得做一个人的饭跟2个人饭没有什么区别。好，看片子吧。如果你问我当兵学会了什么，学会了勇敢，8年军旅枕戈待旦；学会了吃苦，负重30斤，越野5公里；学会了不服输，从新兵时的成绩倒数逆袭到排头，拿到优秀士兵的荣誉。我学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是山东汉子刘长红。军队塑造了我，也影响了我。哪怕现在退伍了，一些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衣服会整整齐齐叠好，挂钩会朝同一个方向，家里保持整洁干净，出门前一定整理好着装，跟别人约好的时间也绝不会迟到。那你现在还会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吗？现在不会了，我觉得部队跟生活嘛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我现在的生活呢，就是主要以舒适为主，不要有太多的压力。现在我是一家电子产品店的销售，更是一个电子产品的狂热发烧友。用过100多部手机，各种智能手表和电脑，一年最少也更换测评15部手机。新出一款手机有什么功能，我会马上买来体验。很懂电子产品，会帮助朋友挑选适合的电子产品。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哪怕只是一些小事。我是一个很擅长换位思考的人，就假如说我是当时的那个人的话，我特别需要帮助。如果我能去帮助他的话，他一定感觉到这个社会、这个生活是美好的，是开心的。但慢慢的，我发现，如果什么忙都帮，也会消耗自己大量的时间。所以我现在总结了帮忙的3要素：第一，看帮谁的忙；第二，看我有没有时间；第三，看这个忙的大小。在我力所能及的时候，我还是很乐意去帮助他人的。当然，帮忙这方面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女朋友的忙。不管时间和大小，只要你需要，我都会义无反顾的出现，做你最坚实的依靠。你的工作就是测试各种电子产品吗？我的工作是一个电子产品的一个销售，手机、电脑、音箱啊。电动车算吗？你是不是只要有一款新手机出来，你都想试试？主要是一个手机它有一个新的功能或者是一个新的外形的话，能打动我，我就会去尝试一下。比如说某款手机它有北斗卫星啊，它可以不通过手机网络去发送一个消息。之前工作的原因嘛，我感觉这个很有用。假如说遇险了或者是爬山啊，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可以就是救命。那就说到这儿了，就因为北斗的整个研发，武汉大学的测绘学院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是全世界唯一一款卫星导航当中能进行信息发送的导航系统，而且这个在人民解放军抗震救灾过程当中立过奇功。因为一地震，所有的信号塔全部中断，只有中国的导航是可以有信息发送的，这往前迈了一大步，就精确的第一时间确定救援位置，非常非常关键。12号，陈嘉宾你好。你好。
我之前谈过一个男朋友，他跟你一样特别热衷各种电子产品。有一次我手机摔坏了，我就想着说我先随便买一部手机，他就开始整天在我耳边分析他的相机、电池数据，每一个数据都给我分析得清清楚楚，然后让我重新买。女生说：“我只想要一个粉色的，其他不重要。”哎，部队的军旅生活给你现在还有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印记？首先，我做一件事情的话，我会提前做出计划。第二点的话，就是比较爱干净，比较整洁。第三点的话，就是比较守时，从来不迟到。24号，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职业习惯。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啊，就是我看到同学我都叫同学们，然后现在就是我可能跟人家打招呼就习惯性的就说同学好。15号，男嘉宾你好。你好。因为我是一名产品设计师嘛，所以我平时就是会拆家里的东西。我把我家的钟表，然后还有家里的一些小的那种扫地机器人都拆过，直到我把我爸爸的手表给拆了，复原不回去了。然后我爸就再也不让我动家里的东西了。你是拆了都能复原的那种是吧？我是拆了就挨打。2号，男嘉宾你好。你好，你好。刚刚你的短片里提到了你是一个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就是恰巧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前几天吧，我吃完火锅之后帮助了一个老奶奶，就是她找不到女儿了，然后我就把她给送到了派出所。因为你有提到帮忙的3要素嘛，我想问一下，具体是应该怎样去做的？第一个是看这个忙的大小，第二个是看自己的时间，第三个是看帮谁的忙。可以举一个例子吗？比如说我现在工作了嘛，可能说我有时间的话，恰好力所能及，可以帮助这个人的话，我可以去帮忙，这个没有问题的。好的，谢谢。金洋洋，哦，男嘉宾你好。你好。可以方便问一下，你有几个微信或者那种社交的联系软件吗？非诚勿扰，现在继续。哦，男嘉宾你好。你好。可以方便问一下，你有几个微信或者那种社交的联系软件吗？小心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我目前的话用的是2个微信，一个工作，一个生活。目前其他社交软件的话是一个都没有。那比如说，我跟你在一起了，然后我给你发消息，但你可能在工作，你是不是那个私人号消息就不会回呢？我会2个号都加你的，我会2个号都加你的。哦，好了，谢谢。再下一条。欢迎收听深夜电台，这里是你心灵的港湾。我有一条艰难的求爱之路。记得之前的一个七夕，我看别人都在和女朋友视频聊天，只有我偷偷躲到一旁，听着广播里的情感节目。人海中遇到你，听着听着我就哭了。我一直期待你的出现。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个女朋友啊？虽然我当时还没有女朋友啊，但是我会对即将到来的恋爱做准备。当时呢，就是做了一些小手工嘛，比如说女生的簪子呀，还有手花呀这类的一些东西。当兵的第4年，终于等来了我的第1段感情。我们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他在我军营附近上学，经常会来看我。不能像其他情侣一样随时缠缠绵绵，但这样的感情有着独有的青涩和单纯。恋爱中，我是很宠女生的，想吃的、想玩的，我都会买给她。记得第一次给她买花的时候，我怕老板用不新鲜的花，就一直守在老板面前，一刻也不敢离开。
但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我有时候不能立马回复他消息，他就会生气，把我拉黑。恋爱3年，被拉黑了好多次。他拉黑我以后，我首先给他打电话，后来把我电话也给拉黑了。然后呢，我就用我战友的手机给他打电话，他也把我战友的电话也拉黑了。我就给他点小蛋糕，然后在蛋糕那个贺卡上面写着不要拉黑我好不好？一般第2天气消了就会把我拉回来。感情持续了3年，我开始考虑跟他结婚。这时他才跟我说，他爸妈并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害怕他们不接受你，所以就还没告诉他们。我很失望，也很难过，因为这种付出的不对等，我选择了分手。我一开始的话就把我们这个之间的感情就告诉我爸妈，希望就是双方父母知道我们在谈恋爱，可以不见父母，但是首先得起码知道我们在谈恋爱，不满意的地方说出来，我可以努力，可以去改变。直接不告诉父母谈恋爱的话，我感觉这个是我无法接受的。我的第2段恋爱是一段网恋，我们因为一段短视频相识，慢慢的发展成每天都要视频聊天，也是在视频里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刚谈了1个月，然后呢，就是因为我给别人的短视频点了个赞，然后他就跟我提出了分手，结果是面都没见到，我们这段感情就结束了。我感觉这都不算一场真正的恋爱吧，就是一个生活中的小插曲。我想遇见一个温柔顾家，双方性格都合得来的女生。现在的我退了伍，也有更多的时间陪女朋友，我会依然保持对爱情的渴望，期待你的出现。王子金，男嘉宾你好。你好，你好。刚才我看视频当中你说，你那个女朋友，你们谈了3年，她都没有跟家长说。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情况。我从小是一个被爸妈管得非常非常非常严的一个孩子，所以说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我都不能做，他们的控制欲极强。以至于到我后来毕业工作之后，我甚至连工作生活当中的情况我都不想跟他们分享太多，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有我自己的生活了，我不想再被任何人管了，我只想要自由。然后我跟他们说了呢，他们就会去管我呀，影响我的判断啊，甚至会告诉我你就要怎么样做。我在想，不到结婚之前，我也不会跟我爸妈说，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影响我自己的生活了。你能理解他说的吗？这个不到最后一刻的话，我是有点不能理解的。因为谈恋爱的话，你起码让父母知道你在谈恋爱，然后呢，到最后你见父母的话又是一个过程，结婚的话还是一个过程。不能一下子就跟父母说啊，我谈了个男朋友，马上带回来了，然后要结婚。我的理解是他不理解。对。来2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刚才在 VCR 里看到了你的第1个女朋友是因为她的父母没有知道这样的情况。我本身和我的妈妈的相处模式是那种朋友，可能我和这个男孩刚认识，我就会和妈妈说点什么。就是我想问的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就没有去了解到任何这样的苗头吗？其实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就跟他说过要告诉他父母，或者是要找个机会、找个时间，看看你什么时候方便去见一下，或者是告诉一下、通知一下。这个有跟他沟通过，后来就一直被否定，一直被否定，所以说这个我就有点接受不了。他可能碰到的就是那个王子金那一款，就是不说，感情再好、再喜欢，他也不会马上就说，是的，是的。这个呢，在我的经验当中，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们也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父母，父母的性格的不一样，也会导致我们会选择不一样的和父母相处的模式。马一凡，男嘉宾你好。你好，你好。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另一半拉黑你是因为你有的事情没有做到他的预期呢？就譬如你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你没做到，那这种的拉黑你会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做呢？其实我是每次
都是我去主动的去向女生认错。我会首先添加她好友，跟她道歉。如果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不了的话，就给她打电话。因为我之前的经历就是没法出去陪另一半嘛，所以说就会去通过别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歉意。你们在过去谈恋爱的时候，没事经常会把男朋友拉黑的举手，我看一看。你看看，不在少数，不在少数。你们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这么做你们的心理活动？你们期待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对呀。7号。男嘉宾你好，通常我也是喜欢去拉黑男朋友的，因为我想让他就是说更在乎我一点。我把他拉黑了，他再加回来，我觉得他是爱我的，所以我就想证明这一点。贾小丹。平时拉黑另一半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2个人在互相争吵的时候就委屈你一句，可能2个人说不太清楚。然后拉黑的时候是我可以一个人说话，你就是强行闭麦听着。删除的话是聊天记录也是不见了的，拉黑的话还可以保留那个聊天记录。他们算是把这些功能都掌握得透透的了，玩明白了，这 cool。有的时候是先拉黑再删除。据说这个也有不一样被拉黑是这样，每一个这个下面的小灰框都是这个男生心里的一道伤。你都见过的对不对？见过不少次。他见过不少次。贾小丹刚才说了一个词很重要，就是拉黑它是一个单向度的权利。这是个小黑屋，我只要动一下手指你就进去了，我再动一下你就出来了。此时此刻，你的在信息空间里的位置是由我决定的。然后还有为什么是单向度，就是我拉黑你，我还可以跟你说话的，但你跟我说就是小红感叹号。所以这种权利只通过一个键就可以获得，这种获得本身就是快乐的，它是消解之前那种痛苦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来源。好的方式是应该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放在说。这种关闭沟通渠道或者单向控制沟通方式的，我不认为是一种平等、相互尊重好的沟通模式。爱情不应该是输赢，为什么不能是平等的、友善的沟通呢？这是我的想法。最后留灯的是2号，有问题吗？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因为视频相识，对吧？对对对。当时你们生气的原因也是因为你点赞了一个视频，他生气的。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的。这个的话，我是首先是先跟他解释清楚，我点赞这个视频的话，不是说看着这个女的长得怎么漂亮，我是说对她这种拍摄风格或者是她剪辑的技术，我是比较赞同的。我想问一下，你点赞的内容还记得吗？不能说。当时就是一个古风变装的一个小姐姐，就是很飒。我都说了不能说，他还要说。你这么喜欢兵哥哥，但是兵哥哥如果看到一个古风变装的小姐姐，真的蛮美蛮飒的，他很喜欢，感觉很愉快，他点个赞，为什么他不能做这样的事？因为他们2个是在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相识的。那我觉得那个女孩，如果我带入她的思维的话，可能是会觉得你会不会移情别恋了？因为我们是因为这个认识的，而你又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给别的女生点赞，我可能心里会有点吃醋。对。哎呀，好的，谢谢。你最后那句话真应该听孟老师的呀！你首先你没有经过任何的思考，迅速反应，说明视频在你心中印象很深。然后你用的称呼是小姐姐，你就是精准的踩到雷区最大的那个点上。为什么我说遗憾？因为你刚才在选的时候，我已经悄悄地看了一下这一轮，如果最后这盏灯保留的话，你接下来会进入到智推女生阶段，智推女生也是2号。这是他们这一代人普遍认可的一种，就是你只要给一个异性
任何内容的点赞，就视同于你去告诉那个异性，我喜欢你哦，我关注你哦。好，再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关于最后智推女生是2号，还有最后给我留灯的也是2号这个事情，我感觉很奇妙。当时也是在学习短视频嘛，就是对他当时的拍摄风格，包括他的创意都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说我才点了个赞。然后可能就是说的话没有表述清楚，我感觉有点小遗憾。有请下一位男嘉宾。老师们好，各位女嘉宾你们好，我是董泽宇，来自江苏扬州，今年24岁，现在在上海工作。来选你的心动女生。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智推女生。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爱之请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希望在空闲的时间能和对方一起练习硬笔书法。哇！因为硬笔书法算是一个我为数不多从小坚持到大的一个习惯和爱好吧。金阳阳。男嘉宾你好，我是从上学的时候也是喜欢练硬笔书法钢笔嘛，我也特别喜欢那种男生字写的好看的，特别是那种刚劲有力的，我觉得很加分。就见字如见人的感觉会有那种。这男嘉宾写的吗？对，是我写的。哇，就是很喜欢这种风格的字。哦，这个字真的还挺好看的。英文也写得很好啊。硬笔书法也有字帖，对不对？有，但是我写的这种就不像字帖那种，因为我这融入了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它不像是那种比较标准的行书啊或者行楷之类的。马一凡。男嘉宾你好，我也是特别喜欢书法，但是我喜欢的是软笔书法。我是从小学1年级就接触到书法这个项目，写的是关于柳宗元的笔体，然后后来是赵孟頫。这个是我在澳洲参加华裔小姐的时候，在澳洲这个阶段，我每次去展示书法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承。我也是特别喜欢写字特别漂亮的男生的，对，是这样。谢谢。你的第二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不希望女方建议我是个路痴。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方向感特别不好的人，就算是去商场的洗手间，我可能出来之后都不知道该往左还是往右能回到原来的地方。你去洗手间得找个人带着。那不至于，我大概出来看一眼，原来不是左边是右边，那我再回去吧。15号。男嘉宾你好。你好。我也是一个路痴，但是我应该会比你好一点点。因为我比较会用那个导航软件，我看导航软件还是比较在行。我可以带着你，我可以带着你。可以。24号。我有一个认路的好方法。其实我自己就方向感不是特别强，但是你可以拍照啊，或者记一些标志性建筑，找个参照物，有个标志性建筑物。哎，对，建筑物，然后或者是你比较感兴趣的那种地点，然后你就把它记下来，在自己的脑子里面就是形成一个印象，这样你就能找到了。谢谢，确实是个好办法。9号。男嘉宾你好，我不介意你是路痴，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我是阶段性的路痴。为什么会有阶段性路痴？对呀。非诚勿扰，现在继续。
9号。男嘉宾你好，我不介意你是路痴，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我是阶段性的路痴。为什么会有阶段性路痴？就是我白天的时候是我完全能认路，而且知道路，但是晚上因为我可能有点夜盲，就晚上就是我完全不知道哪里是哪里的那种。好巧，我晚上也夜盲。那你们俩以后房间可以玩捉迷藏哈。关了灯完全看不见。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南北差异的问路的一个事情，因为我是南方长大的嘛，但我在北方念的书。南方问路的时候，就是别人就会告诉你啊，往左走，往前走。北方的时候就是，哎，你往北走，就是东南西北的问。刚开始去打车的时候，我找不到车，那个师傅跟我说南边，南边，南边在哪儿？不知道。我给你们分享一个咱们国家的关于道路方向距离，也是有地域性差别的。我在新疆问路，90年代初，他们表达路的远近很特别。你问他超市在哪儿，在那一边，你就知道不远那边。你说巴扎在哪里，在那边，要远一些，大概打车得20块钱。你说啊，我要去那个阿拉山口，在什么地方？哦，在那边。我一听开车得3个小时。你完全可以通过他们说那边的拖音，你大概能判断距离的远近。好，看片子。镜头是我观察世界的第3只眼。19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去塞尔维亚做助教，在没有亚洲面孔的学校里，我用相机打开了社交，记录异国的人文风情。我和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家庭的严格教育让我从小就成了上班达人，在兴趣班过着朝9晚6的生活。幼儿园学连环画、钢琴，1年级学素描、硬笔书法，2年级学作文、拉丁舞，3年级学围棋、篮球，但我学什么都很快，走到哪里老师都会夸我很有天赋。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兴趣班里度过的。父母还会让我去卖报纸，赚来的钱捐给了需要做手术的白血病患者，靠自己的努力帮助了有困难的人，让那么小的我也感受到了很有成就感的滋味。高中时选择艺考编导，考上了武汉的一所211高校。我很喜欢冯骥才先生的一句话：怀旧是对过往生活的一种留恋，一种对记忆的追溯与享受，一种对人生落花的捡拾。我是一个念旧的人，一个手链，一本书，包括很多年的聊天记录我都舍不得删，这些都象征着我经历过的点滴。即使有很多物品现在完全用不了了，我还是想留着。小学的时候，我买了一支特别喜欢的自动铅笔，但不小心弄丢了，很长时间我都对它念念不忘。直到高中的时候，我专门去找这支笔，却发现它已经停产了。为了收集它，我经常奔波于各种二手平台，最后我陆陆续续收集了5、6支吧，其中一支送给了我的发小。虽然这个笔它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一件物品承载着美好的时光，这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我希望这些弥足珍贵的回忆能够分享给我最珍惜的人。3号。刚刚看男嘉宾说到你是个念旧的人，其实我也是啊。小时候大家可能都有那种毛绒的哄睡玩具，我就有好几个，现在就是可能破破烂烂了，但我也总是缝缝补补放在我的床头，因为看着他们我就很安心。我也有这种东西，但是不是毛绒玩具啊，一些盲盒啊，或者一些小的手办啊，这些我都留着的。孟凡玲。我有一份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收藏旧物，是在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小学6年级，然后我参加了国庆群众游行活动。当时他的纪念碑和纪念章以及他的证书，然后我都留着。我觉得对于小学6年级的我来说，这是一份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和一个体验。确实非常有纪念意义。你在塞尔维亚待了多久？我在塞尔维亚待了2周多一点。19年的暑假去的，当时是在那边做了一个幼儿园的助教。
就相当于带小孩吧。那边是双语教学，他们那边幼儿园其实挺有意思的，会做很多非常有趣的一些科学小实验。比如我记得的就是会拿那个白糖加小苏打，然后放在那个泥土上燃烧。我当时也第一次见，我还特别惊讶，幼儿园做的这种实验我都没见过。说到塞尔维亚呢，这倒是个可以值得跟大家推荐的地方。塞尔维亚是欧洲第一个向中国免签的国家哦，而且这个国家对中国特别友好，他们那个总统叫武契奇，还欢迎过中国的旅游的一架飞机到这，总统到现场去迎接中国客人。那个国家友好到什么程度呢？特别欢迎中国人去，以至于大街小巷所有的景点，很多商场的指示牌都是有塞语、有中文、有英语的，所以中国人去那边会得到特别好的这种体验感。你们要去夏天去也挺凉快的。张旭是在美国是吧？啊，对，我也在美国当过志愿者。当时是在纽约的时候，然后我在巴克莱银行，他们当时有一个项目叫 Streetwise Partners， 就是给别人当那个职场导师。然后我就发现那些 mentee 就是被指导的学员，他们全都是就是和我们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差距非常大的。然后他们都是做的是端盘子的那种工作，然后我们要教导他们职场上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我当时带的那个学员呢，他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结果后面呢，我回国的时候，有一次他突然联系我，他说他没有钱去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他只能去日本。他是马来西亚人，他需要我给他写一封推荐信，这样日本的大学就会给他奖学金。然后当时我就给他写了一个推荐信，然后他拿到奖学金的时候就告诉我，他就有钱读书了。你善良，助人为乐。看下一条。我们的情感总会被感性和理性支配，爱情中更需要二者兼顾，才能走得更远。你不觉得我们现在恋爱谈得像陌生人一样吗？第一，我们因为距离问题交流变少了；第二，我们之间也要反思一下。他理性的出乎我的意料，从他的话语中，我几乎感受不到他的情绪变化。我现在学习很忙，也不是故意要这样的。异地之后，我更加感受不到一点他的情绪变化。我感觉他在解决我们之间问题的时候，就像是在求解一道数学题，冰冷疏远，让我们渐渐就变成了陌生人。经历过这段恋爱之后，我希望以后的另一半能够活泼一点，爱应该是热情，而不是冷静。每天你都有机会和很多人擦身而过，但却对他们一无所知。而他的出现，让我一下就记住了他。有时候不得不感叹，缘分是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和我一样胆子特别大，有时会拉着我一起看悬疑片。他在我面前可以完全不顾及形象，坦然地做最真实的自己。但是越闹腾的人，内心也有最不为人知的一面。难过时的负面情绪总会突然吞噬他。女孩子在恋爱中有点小情绪很正常，我可以耐心地照顾好她。但她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经常会无缘无故地哭，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别老这样啊，对身体不好。我也不想这样啊，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情绪变得越来越极端，我尽力去包容她，只是她的情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有时候想帮助她调节情绪，说些鼓励她的话，反而会变相的刺激她。慢慢的，有什么事我们也不愿意多沟通了。这段感情之后，我感觉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更加关注彼此的情绪。以后的恋爱中，我会对女孩子更加细心，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情绪更加稳定。我会包容你的小脾气，但也希望我们是互相体谅的。贾倩。男嘉宾你好，刚才看 VCR 里你说了一些话，然后让对方情绪更加不好了。我想问你，你说了什么话更加激怒了他的情绪呢？是这样，那是第二段感情经历，他的情绪确实是起伏很大。其实我是想着往好的方向去开导他的，因为他的情绪问题已经会导致他没法正常的进行一些社交了，所以
我可能会劝他说你多和你的朋友出去玩玩呀，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啊，这样的就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去开导他。但是他可能会跟我说，难道你说的这些我没有想过吗？我想过呀，我想做，但是我做不到啊。然后这时候他就会更难过，因为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他想做而做不到的，觉得我就是在刺激他。所以我这些我自己以为的良性开导，可能是在做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好的，谢谢。赵晴，男嘉宾你好，这个第二段感情，听到你就是对他的那种引导开导，其实他会不会更希望是你直接去带他去参与什么活动啊，而不是言语上的就是一个方向？对呀。不，这些我也尝试过。他更希望的是我能在旁边静静的陪他和鼓励他。我也想过，我说你有没有时间，我可以带你出去吃饭啊，或者玩玩什么剧本杀呀之类的。他一般来说不是很愿意。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你们吵架的时候，你通常是怎么处理的？我这个人一般不会吵架，就是我谈过的感情经历来说，我是一个不会跟女生吵架的人。如果有什么争执了，或者遇到什么事情了，我一般是会去讲道理、去哄女生的人。我不会说你生气我也生气，所以我就要跟你大吵一架。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你有真正了解过他内心的需求吗？我了解过，我能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他，包括督促他做一些心理治疗、心理疏导，包括他什么时候该去看看什么心理医生，我都在努力的去帮助他这方面。但是怎么说呢？我只能说，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好的，谢谢。我觉得像他描述的女生的那个状态啊，那个情绪啊，她可能最需要的，暂时还不是男朋友，是大夫。当然，男朋友可以起到一些良好的作用，但是这个里边对于抑郁了疏解，应该采取哪些方法？这种方法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完全能够正确掌握的。杜宾，你好，男嘉宾，你觉得你是怎样的性格的人？就跟刚才说的一样，我多数的时候还是冷静和理性的，就是比如说起争执了，或者女朋友不高兴了，我还是会第一时间去讲道理，跟大家说明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有需要我陪他呀、安慰他呀，或者开导他呀这样的需求的话，我还是会尽力做好这样的事情的。你刚才也说到，就是想找一个就是性格开朗、阳光开朗的女孩，但是你在跟上一段在交往过程中，你觉得她可能没有这种活泼开朗的这种性格。其实有时候啊，一个是理解，另外就是陪伴，还有就是你用自身的行动去影响她，而不是通过说教。对对，确实不应该用说教。对。刚才杜宾这个问题倒是说到了我想说的一点，有这么一种说法吧。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呈现出来的，你往往会吸引到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人。生活中就有一种类型的人，阳光、开朗、活泼、爱笑，特别招人喜欢，他就吸引到很多这样开朗、活泼的人在一块儿。也有一些人，你就感觉到他永远郁郁寡欢，你跟他说什么，他好像都 OK 啊，无所谓啊，行吧。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是这样情绪的人，那你大概率想一想，你会吸引哪样的人？你看女生当中，10号做自推和心动的比例比较高，因为她说话不说话，她自己说话，别人说话，我就是她没事，她永远都笑眯眯的，所以这样的人他会给人一种心理的愉悦感。相反，他就不是那种很活泼的。当然，我不是说不活泼就一定不好。那每个人性格不同吗？当你想要什么样的性格的人，你先看看你自己。14号。男嘉宾你好，就是在你那段 VCR 里，当你和你的前女友，就是你发现你哄不了她，然后两个人沟通不了的时候就分了。我想问一下，你谈恋爱是就是在一起和分手是有明确说明的，还是自然而然在一起，然后
淡了就分了。是有说明的，不会说没有说明淡了淡就不联系的这种。啊，好，谢谢。不会是拉黑了你就不找了吧？啊，不会。最后一个问题，21号。男嘉宾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您视频中提到过，就是他经常莫名其妙跟你发脾气，那你是不是没有满足他的情绪价值呢？啊，不，因为他的这种不高兴不是说我做了什么，他是会无缘无故的那种难受或者落泪。刚刚有嘉宾问过你，就是你明知道跟他在一起之前，你知道他是抑郁性人格，那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之后，你接受不了他这样呢？不，我跟他分手也不是说因为接受不了他这个状态，分手那会儿是因为他这个样子是非常需要人陪伴的。然后那会儿我正好大4，在忙我的毕业设计、毕业论文以及各种答辩，所以我那时候就照顾不到他。因为这么个状态，所以他跟我提了这些。现在还有一个小情况，灯灭完了，但是刚才导演提醒我说，我们的候补运动员里边有一个女生一直在看台上发生的事儿，那个候补的女生对她很有兴趣。我们请那个女生上来一下。来。那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叫曹文轩，来自江苏南京，今年22岁，是一名音乐老师。你告诉我，刚才在你的后台看台上的事情的时候，它吸引你的是什么？从你下来我就有注意到你，然后看 VCR 的里面，你有收藏旧物的习惯，然后我也有。你说，情绪的那种，我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就是也喜欢平和的解决问题，不喜欢争吵。那挺好的。那挺好的。然后，我有点紧张。没事。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离得也很近，这一问吧，好像有点说不出来。那有没有你现在想问他了解的问题呢？可以提2个问题吧。然后就想问你愿不愿意，就想问你愿不愿意。哎呦。来，到你了。你可以问他2个问题。那我不问了。
花开有时，不负期待。非诚勿扰，现在继续。你可以问他2个问题。那我不问了。那我就拉走了。那我就拉走了。来。这2个人好配呀！他刚上场的那一刻，我就有心动到，在 VCR 中又看到他跟我有很多共同的点。比如说练书法，再加上他是一名摄影师，我平常也很喜欢拍照。还有后来他说需要一个情绪稳定的伴侣，正好我也是喜欢平和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就上场试了一下。我当时其实挺惊讶的，因为我已经准备走了。这时候有个女生突然上来，然后其实我是准备了一个问题的，我本来准备问一下，就是你能说一下你跟我共同的特征有哪些吗？但是她一上场就跟我说了她情绪也很稳定，其实跟我表达的这些经历啊、感情啊，还有这些想法都挺投缘的，所以这个问题我就直接没问，直接跳过了。而且她这样上来也非常有勇气，所以很欣赏她。我就喜欢这种不讲理的。这2个人谁都不想问，看对眼了，我们直接走吧。女生一上来，然后开口说了到第2句话，我就知道80%要成。这就是刚才孟老师在前面有提到的性格的那种匹配度。这个女生一说话，她就松弛下来了。你说，我在南京，我是弹钢琴的。男生一听，长出一口气，好，特别好，走吧。这样的男生给我们的感觉，他不是一个情绪特别积极的人。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其实是一个能量值更高的女孩，所以他们2个就非常合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对自己要有一个自我判断。我觉得清晰的了解自己和了解对方，是在感情当中相当重要的一种理性。是的。非诚勿扰，现在继续。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原地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爱情不能不清不楚。往前一步是幸福，退后一步是孤独，在纷纷扰扰之间，我冰凉了双目，超能与我相爱的人一起到老。